欢迎光临小学生学电脑。今天要教学的是 PowerPoint 3个不为人知的小技巧。将简报输出成图片。当我们要使用 iPad 进行简报时，大多都必须在 iPad 上安装简报软体，才可以播放 PowerPoint 档案。但我们只要将 PowerPoint 转成图片，并且传送到 iPad， 便可以直接使用内建的相簿功能播放，非常方便。那么操作也非常简单，我们将档案开启之后，转化到档案，另存新档，并且选择档案要储存的位置之后，在这个下拉选单选择 PDF 或者是 JPG、PNG 等等。那我们以 PNG 做示范，按下储存，这时候呢会有一个选择框，可以选择要输出所有投影片，还是只有目前选择的投影片。如果选择所有投影片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档案夹中找到一个新的资料夹，在里面便会储存 PNG 的档案。内嵌字型。当我们将 PowerPoint 档案传送到别台电脑进行播放时，有些特殊字体会有错误的显示，例如自己安装的黑体到别台电脑上可能会改变成新细明体。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除了将字型档案到别台电脑安装，还有另一种更快速的方式。开启档案之后，切换到档案页签，左下角有一个选项，切换到储存，这里会有一个选项叫做在档案内嵌字型。勾选之后呢，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指内嵌简报中所使用的字元，但编辑时一样会有字型跑调的问题。第二个是内嵌所有字元，缺点是它的档案较大。我们设定好之后按下确定，并且重新存档，字型就会内嵌到档案里面了。这样到别台电脑播放，也不会有字型消失的问题哦。在介绍第3个功能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款非常实用的字型，叫做 JFOpen 粉圆体。它是一款免费的商用字型，在原有日文字型的基础上，额外设计了1477个台湾常用字与注音符号，还有台罗拼音，用于简报或是广告等都非常的适合。下载连结我也会放在下方的说明栏哦。取代字型，这个功能可以将简报里面其中一种字型的文字全部修改成另一个字型。例如这个微软正黑体的档案，利用这个功能可以一键把它替换成刚才介绍的粉圆体。我们只要在档案中按下取代旁边的下拉选单，就会有一个取代字型。这里呢就是选择原本的字型，例如微软正黑体，我们呢可以把它修改成标楷体，
按下取代之后，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了。那么我们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请一定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拜拜。